英媒透露，乌军即将用国产导弹攻击莫斯科，再无任何限制。俄军副司令康斯坦丁被捕阵亡，葬礼透露惊人内幕。前线最新战况，俄军士气低落，在南线赫尔松作战的俄军第61海军步兵团多名士兵自杀。一年损失一个西部集团军，俄罗斯和北约对抗的本钱打没了。两国联合秘密计划曝光，波兰要切断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海军龟缩不敢露头，乌克兰海军称霸黑海海上走廊。埃及也准备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胡塞的末日近了。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视频制作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并给我们点赞留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去年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上获得了长足进展，并不断推出自己的巡航导弹。最新消息，乌军计划用国产的远程导弹攻击莫斯科地区。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披露，乌克兰的 Trinbit 导弹将进入量产阶段，基辅方面正准备用其空袭俄罗斯境内，范围将包括莫斯科。据悉 Trinbit 导弹的射程在升级后能达到650公里，已可以完全覆盖莫斯科，射速则为400公里每小时。它将可以携带18公斤的炸药，是乌克兰小型巡航导弹中的新款，而售价仅为1万美元，几乎是同类导弹的一半。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外部的资金支持，乌克兰也能够生产出至少数千枚的 Trinbit 导弹。更为关键的是，这只是乌军国产导弹中的一款，早些时候他们相继推出了首款弹道导弹 HRAM-2， 而乌军的巡航导弹型无人机佩克洛，也就是我们介绍过的地月导弹，更是已经2次重击布良斯克地区。在2025年，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自己的远程武器，这些导弹用起来也再也没有什么使用范围的限制。1周不到的时间里，乌克兰连续对赫尔松的俄军控制区发动了4次攻击。最新消息，乌军战机再次空袭了俄军的指挥阵地。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2日，乌克兰第40战术航空旅对赫尔松一带发起猛攻，目标直指克罗布基地区。此役，乌军飞行员驾驶米格29战斗机向该地的俄军发射了法国的 AASM 锤子炸弹，随后命中了他们的临时指挥部。现场随即传来连续的爆炸声，从空中视角看，俄军的指挥阵地已燃起大火，正不断向上飘着浓浓的烟雾。接着，周围的建筑物也被打击，相继遭到乌军的破坏，大楼直接被夷为平地。目前详细的战损还未知，但从乌克兰空袭的规模看，俄军阵地的毁坏程度不会太小。这也是自12月底以来，乌军第4次向赫尔松发起猛攻。早些时候，在当地的霍拉普里斯坦一带，他们就已经空袭了俄军第127旅的侦察指挥部，重挫了对手。而在科扎茨基和皮德斯特普内，乌军也相继发起突袭，并收复了一些阵地。如今在前线，乌军战机已经可以很娴熟地挂载使用西方的导弹了。不久前，他们还公布了米格29战机首次发射美国 AGM-88 导弹的瞬间。与此同时，乌克兰第15旅的黑森林部队还在前方击毁了俄军的铠甲防空系统。据悉，15旅向俄军驻地成功发射了海马斯导弹，精准击中并破坏了该系统，使其再无法有效工作。在俄媒之前的宣传里，铠甲系统造价高达1500万美元，因此通常是被部署在后方，是用来防护一些战略目标的。但现在他们已被迫更多地用在了前线战场，不过似乎效果并不佳。2025年1月3日，
俄乌战争进入了1045天，双方昨日的交火主要集中在库皮扬斯克、莱曼、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夫一线。在莱曼作战的乌军第66独立机械化旅无人机昨日拍摄到一段视频，2名远离同伙的俄军在森林中使用自动步枪互相朝对方的四肢射击，显然是希望以自残方式脱离战场，被送到后方医院领取伤残补助。由于人肉冲锋带来的伤亡巨大，俄军目前士气低落，在南线赫尔松作战的乌军观测到俄军第61海军步兵团有多名士兵自杀。来看看俄罗斯军官是如何把士兵不当人看待的。俄罗斯军官给受伤的士兵腿上绑了一根棍子，然后把他推出门，让他继续冲锋。这位受伤的俄罗斯士兵痛苦地爬行了3米。在天空中一直观察的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投了一枚炸弹，帮助他终结了痛苦。俄罗斯的部队文化非常野蛮，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前后2任总司令都不遗余力地要清除部队中的苏联陋习。巴赫穆特方向，乌军第24独立机步旅发布战场视频，昨日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进攻俄军4辆 T62坦克、3辆 BMP2 装甲车，最终击溃俄军进攻。波克罗夫斯克战场方向，乌军昨日共击退俄军38次进攻，俄军在该战场损失259人，其中113人当场死亡，146人负伤退出了战斗。俄军在亚历山大德罗夫卡方向推进了200至400米。在库拉霍夫以北和卢茨克以西方向，俄军向新杰利扎维蒂夫卡村推进中，与乌军爆发激战，双方都没有进展。负责乌东作战的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1月2日向媒体通报，俄军目前还未到波克罗夫斯克外围，他们正试图通过临近的定居点包围我们。但该镇很大，有着宽阔坚固的防御体系，让敌人的穿插与渗透变得不可能，起码来说，目前是这样的。库尔斯克战场1月2日，乌军对库尔斯克的俄军一个指挥所进行了精确打击，战场视频和图片显示，乌军至少发射了2枚导弹或威力巨大的空射制导炸弹，俄军指挥部被完全摧毁，但周边的建筑物仅震碎了玻璃，足见打击精度。乌克兰海军日前又组建了一支新部队，即第40海防旅。该兵种是自俄罗斯人吞并克里米亚后，乌军重组的第1支海防部队，在海军陆战队第150机械化旅基础上组建。乌军的海军陆战队目前已扩充到38个旅。这是俄罗斯坦克与坑洞的不平等较量，大家预测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末，又传来一位俄军副司令阵亡的报道。最新消息，俄军工程兵副司令康斯坦丁·斯梅什科被曝遇袭身亡。图片报报道，俄罗斯方面近日为康斯坦丁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随后现场视频也被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据悉，康斯坦丁早在10年前就参与了俄军占领克里米亚的过程，所以他应该早就上了乌军的黑名单。报道称，康斯坦丁是死于圣诞节次日的一场袭击中，但目前俄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包括他的死因和地点都没公布。不过可以查证的消息是，12月26日，乌军曾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攻击了俄罗斯的奥廖尔地区，并击中了俄军的一个地下指挥部。因此，外界分析，康斯坦丁很可能就死于这场袭击中。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在乌克兰的战报中验证此事了。而近期，乌军对俄军前线指挥中心的打击确实正在急剧增加。最新消息，俄罗斯斯莫棱斯克地区的一处油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据 Astra 报道，据称有11架无人机袭击了该设施，损坏了2个容量为700立方米的燃料罐，其中一个装有汽油，另一个装有柴油。几天前，乌克兰的马古拉海宝贝无人艇疑似干下3架俄罗斯直升机，开创人类战争新纪录后，俄罗斯频道哀叹，
可能又失去一架宝贵的武装直升机。这次据称是一架米28直升机，不过战果不属于乌克兰，而是要归功于俄罗斯自己的防空系统。在这方面，他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继续努力。作为西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波兰，1月1日一上任，就向俄罗斯展示出了极其强硬的姿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日报道称，波兰驻俄罗斯大使克拉耶夫斯基表示，波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将于1月8日举行闭馆仪式。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2大城市，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波兰关闭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后，目前就只剩下驻莫斯科大使馆，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将与芬兰等北约成员国一起加强对波罗的海军事管控。波罗的海是圣彼得堡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也是俄罗斯欧洲部分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一旦被加强管控，俄罗斯对外贸易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波兰还计划在境内修建一条从境内直通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要道。一旦情况有变，或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波兰装甲部队能够在第一时间进入该地区，并控制苏瓦乌基走廊，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本土的联系。苏瓦乌基走廊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位于立陶宛、波兰边界西南一带，而另一边又是连接白俄罗斯西北部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东部之间的关键狭长地带。此地区以波兰小镇苏瓦乌基命名。自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以来，这个咽喉点就开始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军事意义，对双方都是如此。如果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开战，这块狭长要冲必将是双方最早开始争夺的军事要道。另一方面，苏瓦乌基走廊作为连接波罗的海国家与欧洲大陆的唯一陆路通道，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俄罗斯一旦控制该地区，将能够切断波罗的海国家与其欧洲盟友的联系，从而对欧洲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这一潜在威胁，立陶宛总统顾问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透露，立陶宛和波兰两国司令部已经制定了一项保卫苏瓦乌基走廊的联合秘密计划。作为与俄罗斯仇深似海的国家，波兰在10大仇俄国家中排名第2，仅次于乌克兰。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援乌不遗余力。如今，波兰在川普即将上台的节点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乌海军已称霸黑海海上走廊，其中6840艘货轮通过敖德萨港口出发，2221艘通过多瑙河港口出发，保证了乌克兰通过黑海粮食走廊出口超过7440万吨，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的出口。这对于支持乌克兰的经济和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毕竟，近80%的货物是通过海域运输的。另外，乌克兰在1月1日正式宣布切断了俄罗斯通往欧盟的天然气供应，俄罗斯插进欧洲的几根大管子都被拔除。其实，现在欧盟大多数国家已不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了，只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是例外的。这也让两国近来十分焦急。斯洛伐克总理菲科甚至对乌克兰发出了直接威胁，却并没有引起泽连斯基的在意。与此同时，基辅还得到了欧洲更多的能源支持，比如意大利就宣布拨款1300万美元恢复乌克兰的能源部门。之前英国、德国也提供了类似的支援，而美国则首次向乌克兰送来了1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俄乌开战之初，莫斯科曾试图用能源手段来影响欧洲，迫使其停止援助乌克兰，而现在这种胁迫手段已经不起作用了。刚才提到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4天来一直没有关于他下落的官方信息，也就是说，他在12月22日访问莫斯科后失踪了。政府官员对他的下落也保持沉默。而今天，菲佐终于露面了。他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威胁要停止对乌克兰难民的支持，指责泽连斯基破坏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并声称这给斯洛伐克每年造成5亿欧元的财政损失。不过有趣的是，斯洛伐克记者发现，菲佐目前人在越南，而且住在豪华的蝴蝶夫人总统套房，每晚收费高达6200欧元。
显然，如此奢华的条件使得讨论斯洛伐克的财政困境比解决该国的实际问题更容易。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没有邀请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和匈牙利大使参加1月3日在华沙举行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开幕式。关键政策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加剧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尽管波兰在整个全面战争期间都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并在图斯克的领导下转向支持欧盟，但奥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却反对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并在法治问题上多次与布鲁塞尔发生冲突。波兰于1月1日开始担任欧盟理事会第6个月轮值主席国，接替匈牙利担任该职务。此前，匈牙利担任主席国被视为有争议的，主要是因为奥尔班7月访问了莫斯科，导致欧盟官员和领导人抵制匈牙利主办的一些欧盟活动。最新消息，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病重，取消了原定的波兰之行。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确诊肺炎，将被迫暂停工作。在他缺席期间，他的职责将由他的副手处理。冯德莱恩目前在医院接受医疗监控。冯德莱恩是乌克兰坚定的支持者，他的新任期本来是到2029年的，希望他早日康复。今天，尽管大胆地公开他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约翰逊仍然成功地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恭喜约翰逊！再来说说俄罗斯的经济。这位小哥深入俄罗斯超市，现场展示现在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的现状。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黄油，黄油的价格2个月前是161卢布，上个礼拜涨到了200卢布，而现在已经是365卢布，这物价坐了火箭啊！那些说俄罗斯没有失业，员工工资上涨，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稍微用脑子想一下，可能是事实吗？甚至连俄罗斯人不可或缺的伏特加的价格也暴涨了20%以上，这对嗜酒如命的俄罗斯男人来说可是件头等大事。继英美联军和以色列后，似乎更多的中东国家也准备打击胡塞武装。最新消息有报道称，埃及或将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埃及和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正日益加大，因为前者对红海贸易的扰袭已严重影响了埃及的经济。稍早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就公开表示，由于胡塞武装攻击国际商船的行为，导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在2024年骤降了60%，而埃及全年的经济损失更是达到了70亿美元。同时，国际社会也不断施压埃及，要求其确保运河贸易的安全。这就让埃及展开军事行动的意愿越发迫切。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埃及就是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盟中的一员。不久前，联盟里的另外一国沙特也在也门北部边境发起对胡塞武装的炮击。同时，沙特还和阿联酋一起支持也门政府军一系的南方过渡委员会，趁势猛攻胡塞的控制区域。总而言之，胡塞武装正被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多国联合打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目标。更早时候，以色列和美国的战机更是连续重挫了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指挥中心，瘫痪了对方的系统。现在也门政府军则从内部发动攻势，胡塞武装实际上面对的是内外双重压力，胡塞武装的末日近了。另一方面，以军开始了对哈马斯的新一轮绞杀，大批哈马斯被逮捕，并持续清除哈马斯的残余领导。不久前，以军就在北部贝特地区消灭了14名哈马斯的小组队长，其中有6人都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大屠杀。行动中，以色列还消灭了巴解人镇的高级指挥官穆萨·穆罕默德·卡法尔纳。花絮：近日，旅拍博主游客东东在俄罗斯为当地一名女大学生拍摄了一组照片，但一些中国正能量粉红博主却谎称女学生是叙利亚美女，还编造说叙利亚美女红着眼眶，鼓起勇气问中国小伙能不能带我回中国。没有了巴沙尔主席的叙利亚，我只想早日离开，一刻也不想留。各位，您怎么看？欢迎给我们留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